我真的受不了了，有些非黑即白的言论，看的人真的是血压高。大家好，我是阿勾力。很多刚接触量化交易的朋友啊，在用 MT5 回测的时候，都会纠结一个问题啊，到底是用这个每次报价 Every Tick， 还是券商标榜的这个实时点真实报价 Real Tick 啊，还是说其他的，比如说这种1分钟的高开低收啊，或者说仅仅是只用这个开盘价啊？那么其中啊，有人觉得啊，不用这个实时点啊，不用券商所谓的这个 real take 真实报价，那么回测就是白做。这个说法真的对吗？啊，这几个模式我们究竟使用哪一个最好啊？这些问题很值得聊一聊啊。我这里就直接先说一下我个人的观点啊，后面我们再举具体的一个实盘案例啊。首先，如果你是做的波段交易，并且代码里也处理好了新 K 判断的逻辑啊，那么这3种模式啊 ，Every Tick 1分钟的 Real Tick 这3种模式，你用哪一个，结果都是正确的啊，没有差别。甚至你只使用这个 Open Price 啊，仅用开盘价进行回测，你的结果依然是正确的啊。那如果不是这个波段交易，也不是长线啊，而是超短线，比如说波头皮这种交易，那么应该选择哪一个啊？我的回答是哪一个都不选啊！你选它干啥？对于波头皮来说，回测的这个动作它就是无效的，就根本不存在选择哪一个。它回测的目的可能就是判断一下你代码的逻辑是否正确执行了啊，有没有 bug。那么我为什么敢这么说呢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底层逻辑啊。那么首先这个 Every Tick 也就是这个第一个选项啊，每次报价这个选项啊，其实它也是被模拟出来的啊，它是基于1分钟价格的这个最高价、最低价、收盘价和开盘价啊这4个点来模拟出来的啊。它的回测速度比较的一般啊，因为它内置有一个算法是生成这个虚拟的分比数据啊，它的回测速度的话比较一般啊。但是这种类型的数据的话，它比较好找到这种替代啊，比如说杜卡斯贝和达尔文啊，那么这2个券商它的历史数据维护的很好啊，很多付费的软件都是使用的他们的 Tick 数据啊。这块感兴趣的，你可以在我频道搜索关键词数据啊，我做过几期视频啊。然后这是第一个选项，这个 Every Tick 啊，它就是一个模拟出来的啊，根据这个1分钟价格模拟出来的一个数据啊。那么第二个选项，我们看一下这个1分钟的高开低收啊，那么字如其名啊，它是更直接的啊，它就是只取这个开盘价、最高价、最低价和收盘价这4个点啊，作为回测的一个依据啊，所以它回测的速度是很快的啊，效率很高啊，而且这种数据可以很方便的获取到免费的第三方的数据啊，这是第2个点。那么第3个点就是这个 Real Tick 啊，实时点啊，真实报价啊，听起来就是很高大上啊，但是它是极度依赖于你当前所使用的这个券商的啊，你极度依赖于你这个券商它的维护的历史数据质量啊，那么它的回测速度是最慢的，而且从你在使用的这个平台的角度出发，它是没有第三方数据可以替代的啊，所以回测的长度完全取决于券商的历史维护历史数据的维护程度啊。如果券商它只保留1年的 Real Tick， 那么你就只能回测1年啊，这对于量化来说会带来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样本量不足啊，导致的回测结果信心程度不够，这一点是很致命的啊。所以这3个选项我们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模式呢啊？关键点来了啊，如果说啊你不是那种啊对于交易环境要求极高的啊，需要在1分钟之内反复进出的这种波头皮玩家的话啊，你是一个稳健的波段交易者的话，那么只要你的 EA 逻辑是只在新 K 时进行决策，那么1分钟内部的这些 ticket 怎么跳啊，它对于你的交易信号的回测结果啊，都产生不了很大的影响啊。这个待会儿我会用实盘的数据对比验证啊。但是在此之前，我想先锐评一下啊，就是有些个这种非黑即白的言论啊，看得人血压高啊。他就说，你不用这个 real take， 你跑出来结果就没有意义啊，就没有用啊。说实话，这个观点其实根本就经不起推敲啊，因为你不能因为它的名字叫做 Real Tick 啊，经纪商把它叫做真实报价，你就人云亦云啊，就觉得这就是权威啊，这就是真理啊。那么我们这里打个比方，比如说你现在用的是 IC Markets 啊，它的回测里的第2个选项啊，券商把它叫做 Real Tick， 叫做实时点，叫做真实报价啊。但是
另外一个人他使用的可能是嘉盛啊，或者是巴文啊，人家也叫 Realtic 啊。那么其实都叫 Realtic， 但是在3家不同的经纪商，你去跑同样的回测、同样的策略、同样的参数，势必会得到3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啊。因为 MT 它做的是场外的 OTC 市场，都是 CFD 的保证金交易，它就不存在一个像证券交易所那样的集中的报价中心啊。你看到的 Realtic 说白了就是你券商自己家的一个家谱啊，它会受限于自己家的一个流动性池啊。那这个 Realtic 它现在我们说它有3个版本啊 ，IC、嘉盛、大文啊，那么都叫 Realtic 啊，那你该迷信哪一个就是绝对的正确呢？你不能因为说啊经纪商给它贴了一个 Realtic 的标签啊，经纪商说那是真实报价，你就信以为真，就把它当做圣经啊。甚至说的更直白一点，有些这个平台它改价格啊，包括它扩点差的这个动作，它还少了嘛啊？尤其是每天凌晨这个刚开盘的那个时间点啊。不同的平台，它的价差个10来倍啊，几十倍，这都毫不稀奇啊，很正常啊。所以你拿一个本身就充满噪声且各不相同的数据去追求所谓的一个绝对正确啊，这本身就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偏见啊。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实盘策略啊，它的体现的这个效果是最明显的啊，最能说明我们的这个观点啊。那么这个策略我之前也是讲到过的啊，这个周三反转策略啊。公开的网盘中现在也还可以下载到啊。那么我们就来针对于这几个选项，我们进行回测一下啊。比如说，首先我们使用这个每次报价，我们点击开始。好，我们把它的这个订单结果我们保存一下。然后同样的是1分钟的，我们同样也把它的结果保存一下。最后还有一个这个基于实时点啊，也就是券商的这个 Realtic， 我们同样保存一下。好，我们对比一下这3种方式它们的一个回测的结果啊，都是同样的参数、同样的策略、同样的时间周期、同样的时间范围啊。首先我们看一下库存费这一列啊，这里是 Everytick 是116， Realtic 也是116，然后1分钟也是116，然后最终的一个盈利这里是1195啊，每一笔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就看一下总体就可以了啊。1195，这里是1195，1分钟是1194。那么对于这种结果，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3种模式基本上啊，在这里看的话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啊？因为对于一个逻辑健壮并且代码中也做过相应处理的策略来说，它的回测精度并不是哪一个就是最好的啊，而是够用就可以了。好，这是我们这个回测结果一个对比啊。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组更扎心的一个对比。好，那么这一张呢是我刚才从这个服务器上截取的同样的这个策略在同一个时间段的实盘记录啊，这上面是它对应的我们刚才回测的它的3个回测的一个记录啊，这是一个实盘记录啊。我们看一下，首先他们的订单肯定都是一致的啊，但是我们比较实盘的这个结果，我们看一下，之前这比较的之前的这些库存费都是116啊，但是这里实盘出来是126啊，然后之前的这个净盈利是1195啊，浮动盈亏是1195啊，1195、1194，但是实盘出来是1283，是不是很惊讶？就是我们这个策略，它在回测的时候，无论选择哪一种模式，它们的结果都是非常非常相似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啊，可能也就差个几分钱、几毛钱啊。但是我们看它这个结果和我们实盘的结果，可以看到有明显的差距啊。那么为什么呢？这个要从2方面来说啊。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物理层面，物理层面来说，这个实盘它是有网络延迟的，它有很多不可控的滑点啊，也有点差瞬间扩大的情况啊，就是各种不可控的情况，这些情况我们是无法提前进行回测的啊，这是第一个这个物理层面的啊。然后第二个壁垒就是个机制层面的啊，这也是最核心的啊，导致我们这个回测和实盘永远不可能100%一致的一个主要差异啊。那么这个截图是我之前给这个内部课程中画的一个示例图啊，我们刚好用来解释说明啊。我们这个实盘中啊，如果 EA 正在处理一个报价的时候啊，
它又有一个新的报价到达了啊，那么后续的报价它可能就是会被丢弃的啊。但是在回测中的话，在这个 tester 中的话，系统它是会强制处理每一个报价的啊，就是不管你有多少个报价，它都会依次的进行处理啊。所以这会导致啊，回测和实盘对于报价的这种处理方式永远都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选择哪一种模式啊，不管你是1分钟的这个take 1分钟的高开低收，还是 real take 还是 every take 啊，不管你选择哪一种方式，它都无法与实盘完美匹配啊。那么基于这个底层的机制差异啊，甚至我可以说，某种层面来说，你只有采用1分钟的高开低收价格，并且在代码中配合对应的这种位价模式，反而最能规避 take 的噪声啊，达到实盘与回测的高度一致啊。那么关于这个位价模式，我们内部课程中之前讲过，我这里不深入啊。一句话解释就是，只在 K 线生成的那一刻做决策啊。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哪一种模式它是绝对完美、绝对正确的啊。迷信所谓的 real take 啊，或者就是盲目的人云亦云、跟风啊，都是以偏概全啊。那么基于这些差异啊，我可以笃定的说啊，没有最好的回测模式啊。就任何一个策略，你把它拉长时间来看啊，比如说过去的半年，你去把这3个结果啊，这4个结果，你去把它放在一起对比啊，肯定能够发现的是，你回测的这3个结果是永远无法100%匹配这个实际的交易情况的啊，这是底层机制所注定的。我们要明白啊，回测和实盘的底层机制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啊。那么回测的目的是为了验证逻辑的概率优势啊，而不是为了100%的还原现场啊。而且回测也根本就做不到这一点啊。所以我的建议是，不用纠结选择哪个模式啊，只要你的策略它不是高度依赖运行环境啊，也就是像波头皮这种，或者说很多这种价格敏感的策略啊，或者就是那种比较依赖于 K 线内部的这个 take 跳动的这种策略的话，那么你用1分钟的，或者说用 every take 啊，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效率更高啊。那如果说是波头皮类的策略啊，那你其实用什么数据你回测都毫无意义啊，因为波头皮这种策略它对于实盘的对于这种交易环境的影响占比真的太大了，就是环境对于它的盈亏情况占比真的太大了，你回测根本就毫无意义啊。那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就是交易的这种安全感永远不会存在于回测器的精度里。